我发誓，我只是想跟闺蜜去看场演唱会，逃离我妈。可谁能想到，一觉醒来，我发现自己竟然被全国最火的男明星给绑架了。这一切都得从我那个令人窒息的家说起。我妈又在为我那掉到3.8的绩点和迟迟没动笔的斯坦福申请文书对我进行灵魂拷问。就在我感觉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，闺蜜梅根的电话简直是救命稻草。她激动地告诉我，她搞到了摇滚巨星利亚姆·克罗斯演唱会的前排门票，非要拉着我一起去。说实话，我对这种流行音乐根本不感冒，但一想到能逃离我妈的唠叨，去哪儿都行，于是我谎称去图书馆学习，转头就冲向了梅根家。为了这次出逃，梅根简直把我当洋娃娃一样打扮。她给我挑了件紧得快要炸开的裙子，还非要给我化妆。看着镜子里那个画着精致妆容、戴着假睫毛的陌生女孩，我恍惚了，这还是我妈。虽然很不习惯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好像还挺好看。一路开着梅根那辆他妈送的16岁生日礼物，我们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冲向了演唱会场馆。现场人山人海，吵得我头疼，我的脚、我的耳朵，甚至连我的眼皮都感觉累得不行。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只要能不听我妈的声音，听什么都行。可就在这时，利亚姆登场了。她穿着紧身黑裤和白色的 V 领衫，手臂上的纹身若隐若现，全场瞬间爆发出掀翻屋顶的尖叫。而我竟然也看呆了。我发誓，绝对是酒精在作祟，不然我怎么会盯着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明星，看得心跳都漏了半拍。我们离得太近了，我甚至能看清他额头上的汗珠。就在我感觉呼吸困难，准备去外面透口气的时候，梅根一把拉住我，说我错过了。利亚姆刚刚一直在看我，我没当回事。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，利亚姆在唱一首慢歌时，竟然走到了我们这边，把麦克风直直地递到了我的面前。我脑子一热，竟然就真的跟着他唱了起来。那一刻，周围所有的嘈杂都消失了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俩。演唱会结束，梅根还拉着我要去参加 VIP 见面会，可我已经被酒精和高跟鞋折磨得精疲力尽，只想找个地方躺下。于是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说通行证落在车里了，一个人溜了出来。我在停车场找到了梅根的车，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，头一歪就昏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我靠的惊呼把我吵醒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发现驾驶座上的人根本不是梅根，而是刚刚在台上光芒万丈的利亚姆。他比我还猛，问我怎么会出现在他的车里。我环顾四周，好家伙，这压根就不是梅根的车，我竟然上错了车。下一秒，他猛踩油门，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，我被甩得七荤八素，下意识地喊出我的口头禅芝士薯条。他一边开车躲避着什么，一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，你就是台下那个唱歌的女孩。原来他为了躲避狗仔队，慌不择路跳上这辆车，结果我这个醉鬼早就在里面等着他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车胎竟然在这时爆了。看着这个大明星手足无措地准备打电话求救，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直接让他打开后备箱。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3下5除2地换好了备胎，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。我只能告诉他，这都得感谢我那个糟糕的前任和他的破车。轮胎是换好了，他却说我绝对不能回家了，狗仔队肯定已经盯上了这辆车，只要我一回去，下半辈子就别想清静了。于是在那个荒唐的夜晚，我被一个全国最火的明星绑架回了他家。在他家里，他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巨星。他告诉我，他也是凭着几秒钟的勇气，把自己的音乐上传到网上，才有了今天。他看着我说，他懂那种被困住的感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这个所谓的绑架犯好像也没那么坏。